可是聘儿却好像在一瞬间就沉入了自己的世界中去了。他不说话，不回应，握着小叔的手。小公主，怎么了？聘儿，我们先出去吧，小叔要休息了。可聘儿更加用力地握紧小叔的手。九丫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几个人小心翼翼地退出房间，将聘儿留在了里面。臭丫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聘儿被贼人掳走，我小叔为了救他，身受重伤。是什么人掳走我的小公主的？已经都死了。你不是医术挺厉害的，你连你的小叔都救不了。谁都不要拦我，我要跟这个姓魔的拼了！你又打不过我，别自取其辱了。现在赶紧想想办法，我家小公主怎么回事？聘儿还不是给你刺激的吗？小叔不行，我怕聘儿走不出来。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以死谢罪吧。你，臭丫头，信不信本尊捏死你？你试试。放喜冷眸以对，感动他的丫头，拼死不放过。便是吧，你等着，你说的话做的事，本姑娘一一都记着呢。咱们来日方长，看看最后是谁认栽。魔燕脸色难看，他站在这儿，好像每一个人都不喜欢他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不需要别人的喜欢。爷爷，小叔脑袋受了伤，什么时候醒来，完全靠意志力。过几日我要收拾一下，出趟远门，去寻一种可以速骨的药材。我要先把小叔的腿治好，让他一醒来就能站起来。九丫头，你真的能治好你小叔的腿吗？可以，只是速骨之药最为难寻，可能需要费些时日。什么？你小叔他还是个瘸子？这位大人究竟是何人？爷爷，他是……本尊乃魔界第一尊主，聘儿是我的小公主，你儿子想要娶到我的小公主，没那么容易，本尊第一个不答应。既如此，我儿便不高攀了。你这个老头不识好歹。青青山压抑着悲痛，抿着唇，看着沉沉天色。他的阿宇10几年没有踏出府邸，却为了一个丫头出了府，又遭此劫难，这一切都是天意。我爷爷不识好歹，我看最拎不清的人是你吧？小叔跟聘儿两情相悦，更是为了聘儿连命都不要了。如今你竟然当着聘儿的面想要掐死我小叔，我猜聘儿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了。魔燕去看雪贵妃，雪贵妃一声冷哼，倒是一脸的快意。这个魔燕也终于有怕的人了。这个本尊知道，自古龙骨素骨为最佳，本尊回魔族一趟，给你弄条龙过来救你小叔。龙？我大魔族有的是魔兽，我给你去替几块龙骨过来，帮你小叔治腿。几天时间，我去就回。我家小公主，你帮忙多照看一下。还有那个，帮我多美言几句。可以，只要魔燕大人你能将龙骨带回来，我一定在聘儿面前替你说好话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需要魔燕大人帮忙。蟒龙胆，我还需要一个蟒龙胆。这也是需要入药的一部分。啾啾抿了抿唇，这当然是入药的一部分，只不过是解他家阿喜的毒所需要的药材。龙骨和蟒龙胆。好，那本尊这就走，差不多5日就回。这个魔燕真是厉害，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，还需要弄到龙骨和蟒龙胆，前后却只需要5天。九九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弱小，这真是要跟异世大陆的人对上了，怕是自己会被虐成渣渣。摸了摸脸，脸上的圣女印何时能解呀？再看了一眼凤喜，唉，遥遥无期啊。只见魔燕从怀里掏出一块黑色的石头，握在手中，瞬间光芒大盛，嗖的一下，光芒直冲天际，魔燕瞬间消失在了原地。雪爷，他怎么回事啊？传送石直接就将他传送到了魔族了。我去，这个世界光怪陆离呀，真心值得我好好探索啊！我也好想要那个传送石啊！若是能得到一块传送石，不知道他喊一声，能不能将他给送回到21世纪啊？若是可以，他就可以带着爷爷、小叔、凤喜、聘儿还有莫邪去他的老家逛逛了。
魔焰那块传送石是魔族至宝。阿喜，关于你父亲，无非回去休息吧，你也很累了。雪贵妃闭上了眼，看着暮色沉沉的天空，她的眼角流下一滴晶莹剔透的泪珠。我20几年的执念和爱慕，瞬间成了一场笑话。无非有些累了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这几日你跟九九多来宫里坐坐。九九，雪姨能看到你跟阿喜在一起，真的很开心。以后阿喜就拜托你照顾了，你们2个要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。雪姨放心。等在外面已久的绿芜上前来扶住雪贵妃。九九看着雪贵妃挺直的背影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。阿喜，雪姨她对你父亲执念很深，因为执念，所以可能会想不开。九九想说什么？我怕雪姨想不开，刚才那番话说的真像是在交代后事。不会，只要去不了魔族，执念就会永在，不会想不开。啊，爷爷，我跟凤喜在一起了。爷爷看出来了。寿王殿下，请莫要忘记跟老臣说过的话。自是不会忘，一生谨记，请老将军放心。你对爷爷说过什么话？改天告诉你。九丫头，陪爷爷去一趟清凉寺吧，爷爷想给你书求个签儿，祈个福。好，我陪爷爷去。我也去。什么时候走？我派人吩咐下去。寿王殿下就不用相陪了，老臣跟九丫头一起去就好了。是啊，阿喜，你别去了，我跟爷爷去给小叔祈福，2个人会自在一点。你府中也是乱七八糟的，还需要你坐镇指挥呢。带几个奴仆吧。不用，雷大跟着就行了，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。我跟着三嫂去，我保护三嫂，三哥放心，我一定会伺候好青老将军和三嫂的。不用，九九一看他那张青紫的还没有消肿的脸，就没心情，太丑了。三嫂，我是一定要去的，我要去找一空大师给我算一卦，问问他我爹是谁。我现在是个父不祥的孤儿呢。九九说不出话了，这楚一之父不祥怎么看不出一点悲伤的模样，反而一脸的欢快。再说了，一空大师怎么可能知道你爹是谁啊？随你。谢谢三嫂。楚一之，你别喊我三嫂了，你喊我九九就行了。好的，九九三嫂。吱呀一声，门被打开，聘儿从屋子里走出来，红着眼睛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九九。聘儿，你也要去吗？聘儿的眼泪一下子落了下来，她点了点头。九九，庆爷爷，你们这是说的要去哪里啊？庆爷爷，九九，我刚才就听到你们说要去什么寺，这是要出远门吗？钟离梦笑着出声。九九此时看到钟离梦笑得娇柔做作的脸，顿时就有一种仿若吞了苍蝇一般的恶心感。钟家丫头啊，我和九九打算去一趟清凉寺。清凉寺啊，远近盛名，我也听说过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。庆爷爷，我想与你们一起同行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爷爷，你让雷大陪你先回去吧，回去收拾一下东西。我们这次去起码要3天，咱们明天一早启程。我还有些话要跟阿喜说，晚上我回家用饭。不用，你留下来陪你小叔吧。没关系，我陪爷爷，小叔在阿喜这儿，我很放心的。青金山点了点头，随雷大一起出了寿王府。阿喜，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没事。阿喜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九九，那我明天就不陪你过去了，你一路小心。我没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能耐，能欺负得了我的人，除了你还没有呢。凤喜揉了揉九九的头，这个丫头又开始翻旧账了。秦九九，这次清凉寺之行，一定就是你的死期。我小叔就拜托你了。阿喜，明天你不去清凉寺吗？我不去，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。这样啊，
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也有事情。九九，明日清凉寺之行我也不去了，你到时候跟青爷爷说一声。哼，你随意。阿喜，你过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九九拉着凤喜走到了一旁。九九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跟钟离梦说清楚，让他回药王谷。他会愿意吗？我会表明态度。好，自己解决吧。聘儿，这院子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聘儿不说话，抿着下巴，看着他的目光冷冷的，充满了敌意。聘儿，你明天也要去清凉寺吗？此时九九跟凤喜已经走了过来。聘儿去不去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反正你不去。哼，清九九，你就继续嚣张吧，且看看明日会是谁的死期。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带你去外面吃。聘儿看了一眼青羽所在的屋子，有些不放心。没事儿，小叔的屋子不会让任何人进去的，你放心。聘儿最相信九九的话了，这才点了点头。去吧，这里有我照看着，你带着这个丫头出去走走。九九便放心地牵着聘儿的手往府外走去。我也去。充当护花使者，跟在九九和聘儿的身后一起出了府。黎梦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阿喜，你要说什么？黎梦，你回药王谷去吧。是清九九让你赶我走的吗？不是，是我想让你走的。你胡说！一定是清九九让你赶我走的，一定是他！我说了，跟九九无关。这几日你就收拾收拾东西，我会派人送你回去的。阿喜，你当真如此决绝吗？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，你也知道我为了你付出了多少，你现在为了一个清九九，竟然赶我走吗？钟离梦红着眼，步步后退。黎梦，我记得，我明确的拒绝过你。是，你是拒绝过我，可我也说过了，我不接受。这几年我为了你，我吃遍了毒药，好不容易才练就了百毒不侵之体，只为了与你组成一个家庭。阿喜，你就要抛弃我吗？黎梦，我记得当我知道我的妹妹被你们制成活药人来取血，抑制我的病情之后，我就宣布不用你们药王谷治病了。之后的2年，我在京都都收过你们的2封信。第1封信是你说你要练百毒不侵之体，我回信拒绝了。第2封信是你说毒体已经炼成，你会来京都找我，我还是拒绝了。是，你是拒绝过我，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可是我来到京都之后，你并没有赶我走，也允许我待在你的身边。东城国都，人人都知道寿王殿下不近女色的，是你给了我希望的。那是因为我当时并未发现自己的心意。所以你现在是发现了自己的心意了，就要赶我走了？我的丫头不喜欢别的女人离我太近，况且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钟离梦痛苦地捂住胸口，凤喜的话说得太直白了，而且毫不留情。不，我不走。阿喜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你不爱我没有关系，我爱你就够了，我愿意无条件的为你付出。你喜欢清九九，可以，我愿意做小。你体内的毒霸道剧烈，除了我你根本不能跟别的女子同房的，你难道不想有个孩子吗？我凤喜此生只会有清九九一个女人，上至碧落，下至黄泉。至于孩子，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。好一个上碧落下黄泉，那我算什么？这么多年的付出和等待，我算什么？阿喜，你的心太狠了。你会遇到合适你的人，明天就回药王谷吧。明日，刚才还是几日，现在就变成了明日。阿喜，你会后悔的。钟离梦留下这句话，转身就往府邸外面走。冷风吹不干他脸上的泪痕，眼中一片阴云密布。他停在暗角处，拿出师傅给他的小瓷瓶，媚骨虫。阿喜，是你逼我的，
等你尝到了男女之欢，你就会知道我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。九九三嫂，咱们去吃什么呀？我跟聘儿想吃彭德居的桂花糕，你去帮我们买吧。彭德居那在北面，有点远啊。不想去就算了。去，马上去。三嫂和聘儿想吃，上天入地我都给你们弄来。楚一只一溜烟的跑了。九九跟聘儿坐在一个小吃摊上，九九要了2碗馄饨。聘儿，你吃点吧，肚子里不能没有食物。聘儿点了点头，拿起勺子慢慢的往嘴里送。聘儿，你一直不开口说话，是因为自责还是心疼小叔啊？聘儿顿了一下，眼眶有些微红，她摇了摇头，不肯说。聘儿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跟我倾诉一下，我是九九啊，是你最信任的人，能不能告诉我，在那个暗房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话落下，聘儿的眼泪唰的一下落下来了，她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头。聘儿，别想了，我不问了。在九九的怀抱里面，聘儿还在不停地颤抖，好一会儿才平息了下来。聘儿，人生在世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，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克服，这样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的。而所谓的强大，不是指身体上，而是指内心。此时，聘儿抬起头看向九九，九九指了指自己的胸口。内心的强大，是指遭遇过人生不幸，但仍然期待幸福；受到过别人的背叛，但仍然勇敢去爱；看见过世间的丑恶，却仍付出善意。聘儿，在那间小屋子里，我知道你一定经历了特别可怕的事情，但是作为你的朋友，我希望你可以走出来，内心可以强大起来。我真的很想念那个像小鹿一样的姑娘。没有人注意到，在离他们3米远的桌子上，有一个青衣男子背对着他们，却耳朵微动，他喃喃自语，内心的强大。这一刻，陷入瓶颈期多年的他顿时茅塞顿开，起身结账，离开之时看了九九一眼。小姑娘年纪不大，却有如此觉悟，难得。只是不知日后是否有缘能再见这个丫头。九九，我被侵犯了。什么？九九的眼都红了，他站起身，呼啦一声将整个桌子掀翻在地，一心的怒火没有地方发泄。他还是打得楚叶那个王八蛋太轻了，这个罪魁祸首。九九，我没事。臭婊子，有毛病吗？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？唰的一下子，九九转过头看去，厉眸一扫，猩红的杀气吓得络腮大汉一顿，但是随即就恼羞成怒。瞪什么瞪，臭婊子！鞭子出现在九九的手中，一鞭又是一鞭，毫不留情地甩在了大汉的身上。你娘没教给你怎么说话吗？我让你在骂人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九九，别打了！对不起，平儿，对不起。九九，又不是你的错，没关系的，我没关系的。络腮大汉被九九抽去了半条命，爬都爬不起来，仗着自己有点拳脚功夫，欺善怕恶。九九扭头就瞧见了2名女子，一高一矮，都是一身白色的纱衣，戴着白色面纱遮住鼻子和嘴巴。说话的女子略矮，一双眸子冷若冰霜地盯着九九。平儿，我们走。站住！本小姐跟你说话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滚！秋叶，走了，主子还在等我们呢。哼，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滚！哼，来这里这么多天，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这么嚣张的人，本姑娘可算是开眼了。所以呢，你也是来找抽的吗？哼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本小姐今日就让你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一条白纱自她的袖口之中飞出来，灵纱如剑，有浅黄色的灵力涌动。这个女子身负灵力，
难怪会如此嚣张，不是东城国的人了。九九眉眼杀气尽显，体内的灵力顿时涌向手中的紫旋鞭，呼啸着冲向那名叫秋燕的女子。她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她手中的灵沙在碰到飞舞的紫旋鞭，顿时碎成破布。她顿时被吓得蹲坐在地上。姑娘，请手下留情，圣妹顽皮，得罪姑娘之处，还请海涵。九九手中的紫旋鞭在距离那秋燕半米的距离挽了一个鞭花，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手上。姑娘，抱歉。那个高瘦的女子急忙上前，将吓得蹲坐在地上的秋燕也拉了起来。九九冷眸扫过二人，紫旋鞭在一瞬间收了起来。聘儿，我们走。这转身扔给小铺老板一个银锭子，拉着聘儿便离开了。秋瓷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丑女人手里拿的鞭子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没发现吗？刚才那丑姑娘手中的鞭子，她出那个壮汉的时候是毫无特色的，就是普通的鞭子。可就是刚才那个鞭子似乎是活了，而且力量很强悍。够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鞭子弄到手，我很喜欢。别再惹事了，主子该等齐了，天黑之前我们要赶回去。秋瓷皱眉说道。他没有打击秋燕，10个他也不是刚才那个少女的对手。他转头已经看不到九九跟聘儿的身影了。九九此时再无心思逛街欣赏美食美景。九九，你别这样。九九，你是嫌弃我了吗？聘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聘儿，你永远是我最亲最爱的朋友，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以后都不说了。只是九九，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小叔了。傻姑娘，这个世上最痛苦的事情是生离死别，你和小叔的感情是用命赌下来的。聘儿，我想小叔若是醒来，最在乎的不会是这件事情，而是想要与你一生相守。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聘儿点了点头，九九从来都不骗他的。聘儿，你与小叔之间，未来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，你只要记着，若非死别，莫要生离。生离那是比死别还要让人绝望的。九九三嫂，聘儿，桂花糕我买回来了，还是热乎的。我找你们好久，你们都没有站在原地等我吗？楚一之手中拿着2包糕点冲了上来。辛苦了啊。九九接过来，隐约还能闻见桂花糕的香味。嘿嘿，能为三嫂服务是我的荣幸。九九眉毛一挑，楚一之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马屁精啊？聘儿，你吃。我还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这个二货该不是又惹什么乱子了吧？你说。楚一之磨磨蹭蹭的从身后扯出一个小丫头。这个丫头是个小乞儿，无父无母，刚才瞧见她在跟一只野狗抢肉包子吃，真是可怜，我就主动把她收留了，给她一口饭吃。这天愈加的冷了，也让她有个安身之所。三嫂你说呢？九九的眼神落在小姑娘的身上，穿着一身脏灰的棉衣，头发也打了结，看起来脏脏的。她躲在楚一之的身后，有些局促，不敢抬头。你抬起头来。九九开口。那个小丫头怯怯地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微微闪躲，似是不敢直视九九的眼睛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乐安安。今年多大了？13岁。你做小乞儿几年了？6年，不是5年了。你的父母呢？都去世了。真可怜。听到聘儿这话，小丫头的眼泪啪嗒啪嗒的就落了下来，还真是将可怜给发挥到了极致。三嫂，你审犯人呢，不过就是个小丫头，带回去在府里当个丫鬟算了。不行，你有自己的府邸吗？楚一之摇了摇头。那你想把她带回谁的府里啊？三哥的呀。所以我说不行。只是一个小丫头，圣王府还是养得起的。不行。辛九九，我知道你是三哥选定的女子，我也知道以前误会了你，所以我拼命的想要弥补过错。我都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处处跟我作对？我只是想要收个小丫鬟，你都不允许。你是这么想我的？自己跟他处处作对？难道不是？不是啊，我这个人一般不记仇，
有车我基本当场就报了。那居然不是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收这个小丫头？九九，她是挺可怜的。哼，真的才怪！我不把这对奸夫淫妇剁了喂狗，简直白来这世上走一趟。好吧，这样的九九我也很喜欢。聘儿，你对你那个爹，九九，你说的是霸王龙大叔吧？你都记得？记得。他很疼你，这个世上又多了一个疼聘儿的人了。我有九九就够了。还有小叔，聘儿娇羞，两个人闹成了一团。九九，你说小叔会醒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上天不会待小叔那么苛责的，我也会倾尽全力救小叔的。另一边，钟离梦哭着从寿王府跑了出去，站在人来人往的京都街头，他没有目的的走在大街上，天地之大，却好像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处。钟离梦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游荡，因为怕人看出来，所以他戴着纱帽，所以就算哭红了眼，也没有人能够看到。视线落在一个小店中两个人影身上，是青九九和蓝聘儿，他们两个正在开心的吃着灌汤包，不知道收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，两个人趴在桌子上哈哈大笑。笑吧，尽情的笑吧，很快你就都笑不出来了，你们一个个的我都不会放过。哎呦，阿喜，他是我的，是我的。钟姑娘。于是他快步的走了上来，已经好几天没有瞧见钟姑娘了，这猛然见到，竟然有一种相思入骨的感觉。听到喊声，钟离梦转过头来，一双哭得红肿的眼，满脸的泪痕，顿时就撞进了柳峰的视线里。钟姑娘，谁欺负你了？柳公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好经过，看到你在这里，就过来了。钟姑娘，到底是谁欺负你了？没有人欺负我。钟姑娘，你别怕，你告诉我，我会帮你。真的没有人，我先走了。却是左脚绊住右脚，啊的一声就要摔倒在地上。小心！一把拉住了钟离梦，钟离梦顺势就倒在了柳峰的怀里。为什么连老天都欺负我？软玉在怀，心仪的姑娘又嘤嘤哭泣，一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钟姑娘，别哭了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倾诉一下。柳公子，你说金九九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这个青九九是他们家的克星吗？羞辱他妹妹，打断他弟弟的腿，现在又欺负他中意的姑娘。他怎么了？他让阿喜赶我回药王谷。柳公子，你说青九九他怎么这么过分呢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想回去，我为了阿喜而来，甚至背叛了师门，我无处可去了。他真的很想抱住怀中的女子，可是却怕亵渎了她。钟姑娘，你若是不嫌弃，先跟我回府吧。不了，你家里人口众多，我不想别人看到我这般狼狈的样子。怀中女子离开，柳峰顿时觉得空落落的。我还有一座私府在东郊，你若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，我可以送你过去。这不打扰吗？怎么会，咱们这就过去。片儿，我今天拉你出来，就是为了让你散心，走出心里的那个死结。很高兴那个像小鹿一样干净澄澈的姑娘又回来啦。谢谢你，九九，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已经说过一遍了，哼，以后姐姐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片儿这个时候推开九九的怀抱，抿着粉色的唇瓣，眉眼含笑，似乎欲言又止。怎么啦？九九，我若是嫁给小叔了，你就不能自称姐姐了，你要称呼我为小沈。九九呆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你这丫头占我便宜啊，找打！片儿转身就跑，九九撞死追打他，转过身就瞧见王府门口蹦起一身玄色窄袖蟒袍，含笑望着这边。进了屋子，看了看青羽，
生命体征平稳。出了青雨的屋子，凤喜开口：“要不要喝酒？我的酒窖里面藏了很多好酒。”他想到了那日999酒醉，那一晚美妙的欲仙欲死的感觉，只是想想都忍不住的悸动。不喝，明日要早起去清凉寺祈福。凤喜失望的叹了一口气。此时天色渐渐有些黑了，空中开始出现星辰。凤喜揽住99的腰，飞身而起，坐在房屋顶上遥望星辰。陪我坐一会儿，再送你回去。啊，有时候身处繁华乱世，能这样安静地坐着看看星空，感受一下这份宁静的感觉，真的很好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这样爱一个人。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凤喜沉默了一下，似乎是在回忆。良久，你给我桂花糕的时候。所以说你是我用几块桂花糕就收买了的男人？只是在那一刻确定了心意而已。你不问问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吗？寒潭第一眼。谁寒潭第一眼就爱上你啊？第一眼只是想睡你好吗？他转身将99压在了身下。本王也想，所以先收点利息。吻住99的唇，然后移到脖子处，慢慢的往下。凤喜，你流氓！这里太小，需要揉。凤喜的声音淹没在了99的手掌之中，他被捂住了嘴。而同一时间，在京都东郊的一处宅院内，柳峰正陪着钟离梦喝酒。柳公子，你说我哪里不好？而且他怎么就喜欢上了清99？我又该怎么办呢？酒水倒入了月光杯之中，钟离梦一口饮尽。钟姑娘，别喝了，贪杯不好，进去睡觉吧。柳公子，你说我美吗？柳峰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脸当即就红了，心脏也是砰砰砰的跳个不停。那凤喜为什么不爱我？钟离梦凑到了柳峰的面前，借酒装醉，呼出的气息打在了柳峰的脸上。柳峰的身体微微往后退了一下，眼神微闪，他的心里也是激动，却极力克制。钟离梦心里嗤笑，他早就看出来柳峰喜欢他了，现在又装作一副不敢靠近他的模样做什么？虚伪做作。钟姑娘，你喝醉了。我没醉，我很清醒的。钟离梦咯咯的笑道，伸出手搭在他的胸前。柳峰却只当他醉了，起身去扶钟离梦。钟姑娘，天寒路重，莫要再喝了，伤了身体。钟姑娘，天寒路重，莫要再喝了，伤了身体。没关系，反正也没有人会关心我。钟离梦仰头，将杯中的酒往嘴里倒，却手腕不稳，全都倒在了前襟之上。柳峰急忙垂下眼，君子非礼勿视。装什么装呢？明明就是很喜欢我。阿喜，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，有的是男人喜欢我。柳公子，你说，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么辛苦？我会帮你。不要，柳公子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是别去伤害他。原来只有你对我是好的。别哭。下一秒，钟离梦却突然起身，走向了他。柳峰还未反应过来，钟离梦却是直接抱住了他。柳峰的身体有瞬间的僵硬。柳公子，他不喜欢我，你喜欢我好不好？钟姑娘，你喝醉了。我没有醉，你叫我梦儿。他吞了一口口水，却仍是极力控制。他不能亵渎心中的女神呢。钟姑娘，你真的喝醉了。我都说了，我没醉。柳公子，你也不喜欢我吗？我很喜欢钟姑娘。那就跟我在一起。钟姑娘，我确实心悦你，但是你喝醉了，我柳峰却不能趁人之危。
柳峰话还没有说完，嘴巴就被钟离梦给吻住了，顿时整个人僵硬的犹如一座雕像。钟姑娘，叫我梦儿。钟离梦的手顺着柳峰的衣襟碰到他结实的胸膛，两个人都是一震。钟离梦闭上眼，果然还是年轻男子的身体好。他的师傅那身松软的皮肉实在是让他太恶心了。现在他真的迫切的需要一场酣快淋漓的爱，来忘记白日里发生的屈辱。钟姑娘，梦儿。钟离梦的手指在柳峰胸口上作乱，坚持了半天的柳峰终于一口气没绷住，呼地吐出一口浊气。他抱起钟离梦，大步地往房间走去。已近子夜，久久才被凤喜给送回到亲家。他脸颊微红，娇艳如3月春花。回去吧，明日还要早起。下次别再撩我，只能看不能吃的家伙。凤喜点头微笑，不管久久说什么，他都答应。但是撩不撩，那是下一次的事情。我回去了，明日一早我就不过去了，我跟爷爷从亲家直接出发。哦，对了，楚一之那个家伙回来了吗？没见到，出了什么事？没事儿。久久摆了摆手，跟凤喜道了别，这才进入了府中。小九九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了你很久。莫邪站在暗影里，整个人显得有些疲惫。莫邪，你还没睡啊？你没回来睡不着，小叔的事情我听说了，别太难过。是我太累了，还是你今晚有些不正常？我怎么总感觉你有些不一样了？九九，什么事啊？你说，今晚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吞吞吐吐的呢？你跟凤喜和好了？和好了。莫邪，我发现无论我再怎么讨厌凤喜，可她也依然是我爱得深沉的耀耀美人，我舍不得放弃。莫邪顿时觉得呼吸都不顺畅了。可是小九九，你明知道她有情花毒，你非要爱她吗？我控制不住。如果爱一个人能够收放自如，说爱就爱，说放弃就放弃，那就不叫爱情了。控制不住，小九九，爱他你会死啊！他欺骗你，你也不在乎吗？我在乎啊，所以我惩罚他了。可是最终受到煎熬的却是2个人。莫邪，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随心所欲的，既然觉得煎熬，那索性就原谅。久久又拍了拍莫邪的肩膀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放心，我有数的。九九，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不用担心我，如果凤喜敢欺负我，咔嚓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放心好了，他要是欺负我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帮我收拾他。下一秒，就见莫邪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头，眼中似有水光盈盈。莫邪他是哭了吗？久久嘴角边的笑顿时僵硬住。阿邪，他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小九九，我要离开了。离开？去哪儿啊？是不在亲家住了吗？没关系，你搬去哪里住，你都是我的亲人，你随时可以回来的。你说的对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要去哪儿呢。傻丫头。哦。久久捂着小嘴打了一个哈欠。回去睡吧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啊，莫邪。莫邪看着久久的背影，小丫头近些日子似乎长高了不少，身影窈窕，只是不知道她下一次回来，小丫头会长多高。九九啊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神经，抱我干嘛呀？困了，晚安。话落，抬脚就走。莫邪垂下眼睛，失落一下子就笼罩了他，好遗憾呢。可是下一秒，他却一下子被人抱住了。只是一个拥抱而已，再累我也会给你的。阿邪，晚安。被久久抱住的莫邪整个身体都是僵硬的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我要去清凉寺，大概3天左右会回来，到时候帮你祈福，带个保平安、保健康的符给你。说完这句话，才转身离开。保平安、保健康的符吗？真的很期待。小主人，我们真的该离开了。老妖王伤重，要事无益，只想见您最后一面，
也需要您赶紧回去主持大局，接受妖王之位，否则妖族将会大乱。再等3天，等到我拿到99送给我那个平安健康符，我们立刻就走。不行啊，小主人，老妖王真的伤得很重，若再等3天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啊。小主人，您是老妖王唯一的血脉，黑猫求您了。那就等明天早上。莫邪仰头，眼中一片湿润。他终究是要离开这个丫头了，纵然满心不舍，但是仍有责任需要他去担负。小99，这一次离开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见面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我处理好妖族的事情，我一定回来找你，一定会。99，我其实是骗了你的，我体内有妖的血脉，我的娘亲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医女，她是妖族的公主，却与人类相爱。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我妖的身份，还会带我如初吗？京都东郊别院，一场酣快淋漓的情事于半夜时分结束。钟离梦无声无息地给柳风下了昏睡散，使他陷入昏迷。他自己起身，披着纱裙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床榻上的男子，然后从自己的衣袖口袋中拿出一个小瓶子。他摇晃了几下之后打开，接着用匕首在柳风的胳膊上划开一个小口子，用瓷瓶对准。此时瓷瓶中的一只黑色肉虫子像是闻到了血的腥味儿，嗖的一下从瓶子里窜了出来，趴在柳风胳膊上的口子开始大口大口的吸血。吃吧，吃吧，我的乖宝宝，吃饱了就去干活吧。那大蛊虫像是孩子一样在钟离梦的手下缩成一团。钟离梦摸着蛊虫，开始施咒一般的呢喃：杀来了清99，找人将他先奸后杀，之后将他扔在大街上，让千夫所指，万人践踏。话落，那个蛊虫在钟离梦的抚摸下慢慢变小，然后顺着柳风手臂上的伤口，嗖的一下子便钻了进去。夜越来越深了，钟离梦披了一件外衣，看着黑幕一片的夜色，嘴里哼着一首不知名的曲调。阿喜，你是我的，谁也夺不走。若有人与我争你，那么我会让他生不如死。东郊日上三竿之时，柳风终于悠悠转醒，阳光刺目，让他不适应的眯起眼，紧接着从床榻上蹦了起来。昨晚上发生的一切迅速地闪现在他的脑海中。柳风的脸瞬间发热，低头看到自己未穿衣服的身体，有女孩子留下的抓痕，这一切都不是梦。而此时钟离梦已经不在床榻上，柳风的心里顿时空落落的。钟姑娘就这么走了吗？她一定恨死自己了。床单上的一抹红当即映入了柳风的眼中，他怔怔地看着这一抹红色，原来这是钟姑娘的第一次，心中激荡又羞愧，是他欠了钟姑娘，所以他要弥补。柳风眼中一片阴戾，都是这个清99害的钟姑娘。脑海中陡然冒出一个声音：杀了清99，找人将他先奸后杀，扔在大街上，千夫所指，万人践踏。金老将军，您这边请。寿王殿下已经派人来打过招呼了，住持大人正在等您。99眨了一下眼，放血速度真快，连寺庙里都有关系呢。莫不是这个男人在没有爱上他之前是有出家的打算？于是99跟青青山还有雷大跟着大和尚往寺庙走。此时正是用斋时间，两位施主可在收拾妥当之后去斋房用饭。九丫头，收拾好了就过来，别耽搁太久。哦，99点了点头，跟在一个小和尚身后往西院子走。小和尚年纪很小，也就7、8岁的模样，头上光秃秃的，五官秀秀气气，很是白净，像个发面馒头似的。小和尚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僧名叫净空。你叫净空啊？你怎么不叫色空呢？色即是空啊。名字是师父起的，不可随意更改。啊，那你都是只吃素不吃肉的啊？肉是什么？好吃吗？
可好吃了，烤鸡、烤肉、烤猪，简直香得不得了。你这个小和尚没口福啊！师傅说了，不可逞口腹之欲。将九九送到他所在的院子里，小和尚就要退出去。九九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块牛轧糖，那这个给你吃。这个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小孩子都吃这个，可甜了。你长得好看我才给你的，你拿去尝尝。小和尚脸一红，小施主，不可调戏小僧。九九无语了，这个小和尚从哪里看出来自己调戏他了？既如此，小僧就不辜负施主的一片好意了。上前将牛轧糖接过，这才退了出去。这个小和尚明明想吃，却装出一副不辜负他好意的模样。一阵风吹来，将他的发丝吹得凌乱，裙纱也是随风飘扬。清凉寺内有和尚诵经的声音，不由得让人心思宁静，胸怀舒畅。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来寺庙祈愿，这里真是一处寄托心愿的好地方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悠悠扬扬的箫声传入耳中，箫声铮铮凛凛，短音迭起，穿透人心。只要驻足停留，便是一阵心驰神醉。是谁的箫声如此好听？是寺庙中留宿的客人吗？好像是被蛊惑一般，在箫声的指引下，九九的脚步不受控制地顺着那个方向走去。九九诧异，在这清凉寺最偏僻之处，竟然蕴藏着这样一片美丽的天地，莫名地生出好感。海棠花香，想必是哪位姑娘家住在这儿吧？箫声轻扬，徐徐缓缓，让人心情舒畅。九九停下脚步，闭眼倾听。此时，不知为何，九九的脑海中闪过曾经在青金山书房看过的那幅画，他的父亲与母亲漫天桃花瓣之下深情对望。会不会那个梨花吹箫之人其实是娘亲？难道这么多年娘亲一直藏身在这里吗？越想越有可能，九九有些激动。此时他无比的想要看到那海棠花下林中吹箫之人，哪知前脚刚刚迈入林中，箫声竟是瞬间停止。冒昧打扰，还请见谅，只是被箫声吸引，所以误入此地。却只听一声清脆的声响，似是茶杯被打翻的声音。明明有人，却没有出声，这是表示不欢迎的意思吗？正琢磨借口如何才能进去见一见林中之人，也好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。却在此时，见那海棠花枝头舞动，竟是走出一名少女，一脸的冷如冰霜。这位姑娘，我家公子喜静，不喜外人打扰，您请回吧。原来这海棠花林的主人是一名男子。打扰了，抱歉。九九转身离开，那名女子也像是来时一样，悄无声息地引入海棠花林中。此时九九还未走远，却忽地听到那林中传来说话声。什么人？回主子，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。哼，又不知道是哪个不要脸的厚脸皮的女人，知道主子在这里，所以故意凑上来的吧。砰，灵力调动，对着海棠花林中声音的来源地就打了上去。同样一道强劲的灵气自林子的另一边对上九九的攻击，海棠花树剧烈的摇动之后恢复平静。属下无礼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姑娘见谅。九九没有说话，就见梨花林中有轻微的脚步声传来，枝头晃动，只见一个男子踏着一地梨花缓缓走出来。他也不似凤喜的冷艳高贵，也不似墨邪的邪魅勾魂，而是干净的不染尘世。姑娘，为何来到此地？好美的男子啊！初听箫声，惊为天人，擅自闯入，还望海涵。那么姑娘是听懂了那箫声所传递的意思吗？九九眨了眨眼，一脸的无辜。他不懂箫啊，听不懂那箫声想表达的意思啊，只是真心觉得好听啊。那是当然，我就是顺着那箫声，情不自禁地走到这儿的。是吗？嗯。那姑娘可是听出那箫声所表达的意思？这个嘛，起初箫声悠扬，
后来略显落寞。原来我吹出的箫音，表达的竟然是这个意境，多谢告知。九九好奇地看着眼前的男子，这个男人说话可真奇怪，自己吹的那曲调子就是不知吗？而且他当真是有着一双极其好看的眼睛，清秀无垠，脸净风华。可是海棠花下，公子如玉，白衣胜雪，当真是人无完人吗？你发现了对吗？你是第一个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现我眼睛看不见的。你……这世上太多的事情都不完美，想得太多，看得太透，反而不快乐。这个时候，一阵风吹来，海棠花瓣簌簌而落，却见他抬起手，那梨花瓣便飘落在他的掌心，然后被握住。你是霍大之人啊，抱歉，今日打扰了。属下无礼，也请姑娘多多包涵。告辞。厨子，那女的走了吗？你干嘛跟她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呀？你还不让我们出来？住口！日后你再口无遮拦，就不要再跟在我的身边。奴婢知错。九九已经退出竹林，却隐约还能听到那个男子和其婢女说话的声音。九九失笑，如此出众的男子，怎么会有那般不懂礼数的婢女？小施主，小僧可找到你了。怎么了？施主，住持请您前去膳房用饭。啊，好。净空呢？我找他半天没有找到，才自己去溜达的。回施主，净空他掉了2颗牙齿，所以不便见人。不就是掉了2颗牙齿吗？还至于到不见人的地步吗？那小和尚不会是吃了他送给他的牛轧糖，所以把牙齿给粘掉了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可真是太对不起小和尚了。大和尚将九九带到膳堂，一进去就瞧见主持大师穿着袈裟，脖子上戴着佛珠，面前已经摆好了素食。青青山坐在对面，见到他进来，2个人都看了过来。九丫头，这是清凉寺的副主持依云大师。依云大师好。九九双手合十，态度虔诚。施主好。九九过去坐在青青山的旁边。依空师兄正闭关修炼，大概明日后日才会出关，怠慢2位施主了。不碍事，是我们来的时机不对。没事，我们可以等大师出关。吃了斋饭，青青山要留在屋子里和依云大师讨论一下佛经。九九坐不住，便一个人走出来了。九九寻了一块高地坐上去，抬头看着星辰漫天的云空，脑海中闪过凤喜的脸，她的耀耀美人呐，就是在那一次浩瀚的星空下彻底俘获了他的心。正当九九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中，忽然瞧见了2个身影自远而近的走来。小丫头，男女不能同住，女眷都是住在这西院的，你的屋子我让小和尚给你安排在最后面了，你放心住就行了。小哥哥，我想跟在你的身边。不行啊，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你要住在西院。没事的，明日天一亮我就过来找你。不行啊，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你要住在西院。没事的，明日天一亮我就过来找你。吹之！九九从高地上跳下来。哎呀娘，吓了我一跳！三嫂，你怎么躲在这里啊？你来干什么呀？我保护你啊，顺便让空衣大师帮我算一卦，我爹还活着没？那你带他来干什么？你不让我带他回府，我只能走到哪里就把他带去哪里啊。明日把他送走，或者你跟他一起走，不准去寿王府，我会让凤喜看着你。秦九九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针对一个小丫头？她身份卑微，做小乞丐是她愿意的吗？你就这么容不下她？对，我就是容不下。秦九九，算我看错你了，你给我的药我用不起，你身份尊贵，我们也高攀不起，行了吧？你容不下她，那我就带她走。楚一之从怀里掏出2个瓷瓶，往地上一扔，拉着小喜儿的手就走。站住！干什么？这是你第2次将我给你的药扔在地上，捡起来。此时，乐安安弯下身子，将地上的2个瓷瓶捡了起来，递到了九九的面前。千姐姐，你不要生一只哥哥的气，都是我不好。